今天坐火车从伦敦到北边啊，到苏格兰方向。这个车最高的速度也就在200公里左右吧。这是头等舱了啊，就有这些东西，有一个早餐，可以喝咖啡，可以要一个酸奶啊，这个不是啊，这是酒店拿回来的。这个铁路公司叫 EMR， 翻译过来应该是中东部铁路公司。我看英国的铁路公司都是以这个方向来命名的。你比如去巴斯的叫大西部铁路公司啊，这个是往北部走的，是叫中东部铁路公司 EMR 这些。那它提供一顿 breakfast， 你可以选择有什么东西啊，就反正这些东西。速度不快，不能说是高铁了，快速火车吧。座椅还是可以的，座椅舒适度还可以，但是跟国内的头等舱比起来还是比不了的。国内的头等舱还可以躺，这个只能坐着，没什么人啊。哇哦！现在我是在谢菲尔德的 Chatsworth 庄园，也就是《傲慢与偏见》那个拍摄地，又叫达西庄园。这个地方，卡文迪许家族的这个庄园，太棒了啊！这里因为它比较传统，保留了过去的庄园的样子，所以很多那个年代电视剧都在这里拍。你看看这个进来以后的这个多气派！哇哦！大家族的气派啊！光着这个油画，这还有2楼有一个回廊，这里这应该是他们家族的人吧。来这里参观的门票是28.5磅，在他的官网就可以订。这是他们家的一个庭院啊，这叫四合院吧，没毛病啊。应该那个应该是主人说话的地方，对吧？站在那里说话，下面站着一帮人啊，仆人啊，或者说是一些什么人啊。然后这应该是个兔子吧，兔子应该是兔子。庭院不小，可以容不少人呢。这边还有这个金饰，这个门窗还有金饰，那边就没有了。如果你是《傲慢与偏见》小说迷的话，对这个地方就不会陌生。又叫达西庄园嘛，因为这个小说而出名啊，因为这个小说拍的电视剧、电影而出名。然后看看这楼梯，它这个装饰多精致，真棒啊！这个地毯一直延伸上去。所以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权呀。现在可以从这上楼梯了，再又绕一圈。
现在接着往上，这个是汇上去的。像这种东西都是主人的门面，所以一定要修的富丽堂皇的。再进来这里一个很大的一厅，感觉像是客厅一样。提供了非常棒的视野，窗外的视野。你看，大喷泉，还有河面、大草地。这个有点像中国的，是咱们中国那个框景，把风景框在这个窗框里。然后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镜子，落地，非常大的一个镜子。这里的游客就少多了，比这个凡尔赛宫啊什么的，但是这个风格都差不多，都是一个大连廊啊，一直往前贯通。看这边也是一样，一直往这边贯通，然后窗外就是风景。然后这种房间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像会客的呀，这个起居的呀，书房啊，还有这个卧室啊。这些都差不多的。然后一个大连廊。仔细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能看见什么？我给你放大一点，它是好像有一个暗门一样，看见了吧？是不是看见一个小提琴？但实际上那个不是真的，这是一幅画，不是小提琴，不是真的小提琴，300年历史了，从来没有演奏过。为什么？因为它是一幅画，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应该是主人的卧室了。我们可以看天花板上那个画啊，它有这个都已经画出了这种立体的效果，因为它有阴影有投影，看见没有？以为是雕塑，实际上不是，是画。然后这是一个床啊，这个床也是吧，很奢华的。然后这个床的对面就是一个大镜子啊。咱们中国人其实讲究是床不要对镜子，但是对西方的人来说无所谓的一件事情你看这有一个镜子，增加了这个生活的情趣，是吧？大家都懂啊。这间屋子呢收藏了很多瓷器，我看了看，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明显的中国的风格你看咱们中国的这个马绘画的风格，是不是？明显的还有这个白菜白菜寓意什么？百财发财的意思很明显的中国风格的这种瓷器这有一个像钢琴一样的东西不是钢琴应该是写字台写字台。如果你玩过一些中世纪的游戏，也会经常看见。这个房间也收藏了一些近现代的作品，你看这个就是明显的是现代的艺术品。你说这个家族还在收藏东西把钱换成艺术品。这个也是18世纪的18世纪的19世纪的一个德国的一个写字台桌，多漂亮下面这个反光的镜子能够让你看见它的另外一面。光亮如新然后它的抽屉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也是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应该像是放首饰的一个桌子啊。这边好像有介绍怎么用的啊，应该是个梳妆台，你看还有镜子啊，可以把这个给它掀起来，就是一个镜子，旁边放首饰，这还带一个锁，设计很巧妙啊。你看它这个有一动画演示，可以合二为一。这里还设计了现代的电梯了，当然这应该也是很多年头了。毕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嘛。看见这个控制面板就想起游戏里面的那种各种接头。OK， 它这还可以往下走。哇，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宴会厅啊！这边有一告示说今晚上有活动，可能有什么是吧？有什么当地的一个活动，但是稍微显得有点 mess， 有点乱啊，但是房间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啊，因为这边还可以看到窗外美丽的景色。有点土了，玻璃有点不透了。你看这个窗帘，厚重感，还有这些餐具，这种银质的。Very nice。大的白色的桌布，哇，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一个图书馆，私人收藏的图书馆。音乐和文学永远分不开，对吧？现在这个凳子是可以坐的，不是不能坐的。然后在我面前是一个钢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钢琴也是可以弹的。这是他们这个家族叫 Cavendish， 他们家族。我非常非常喜欢是这个他的这个图书馆这个厅，太漂亮了，而且这个光线的搭配也是，音乐和文学分不开的。So beautiful。你看，在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大玻璃这儿，看完书累了，来放松一下眼睛，看看外面的绿色，爽啊！现在他们家的这个后人都还在。来这个厅就是卡文迪什家族收藏的这些雕塑作品。像他们这些贵族都是喜欢收藏东西的，因为钱变成这些东西是比较保值的，对吧？工作人员可能是打了2个喷嚏。The third one. What's wrong with you? 10. Got here. 这就出去了。这就是纪念品商店了。后
后面是我们订了一个下午茶，然后在这里体验一下喝下午茶的感觉啊，体验一下当年他们家族的人在这里喝下午茶的感觉，应该也是很不错的一段体验。这位就是在2005年的电影《傲慢与偏见》里面这个男主角达西啊，他是当然了，达西他是演员演的了，这是演员的形象。所以这个庄园又叫达西庄园，那就因为这个电影的拍的。这是从庄园外来拍庄园啊，整个的地形的设计是一个叫布朗的人来完成的。我说的地形设计呢，不是说这个草坪地形设计，而是整个周边的一个地形设计啊，包括很多树它都是有意种的啊，不是说随便就种一棵树啊，都是人工刻意种的。这边还有这个喷泉，想看地形地貌呢，可能去另外一个角度会更好一些。这就是恰德伍兹庄园，又叫达西庄园啊，是因为那个电影达西啊，主人公达西的名字，《傲慢与偏见》啊。从这里再看啊，从它这个房顶上有这个他们家族的这个姓氏名字啊，然后这个窗户它也做了描金。你再看这边的地形，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是说随便种一棵树啊，它的这个都是有经过它的这个仔细的这个设计，整个地形地貌、树的间隔、疏密都有设计。这个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那边就是喷泉了，然后这边也有，这边是另外它一个山的另外一面。现在就准备去吃下午茶了，从这边走过去，大概有几百米吧。现在是到了这个茶餐厅的地方，也是在一个院子里面啊，这个露天的院子，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啊。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这里的盘子也是 Wedgwood 的，跟我家里的一样，连花色都一样，尤其是这个，一模一样。还有这个，也是一模一样啊 ，Wedgwood。所以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地方。享受下午茶在这里，提前了很长时间预定。今天不是周末周日了，人不多，挺好。这是菜单了，这一套啊，选项。最有意思的是呢，我没有选茶，我说你推荐给我一个吧，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一个这个，然后上来跟我说祁门啊，我一听我们就中国的祁门嘛。中国那个安徽的那个祁门红茶，漂洋过海跑到这来喝祁门来，有点意思。但是另一壶是大吉岭啊，比较经典的大吉岭。我这个是祁门。